你知道地球上最危险的动物生活在哪里吗？你见过世界上毒性最强的动物吗？众所周知，澳洲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国家，它与世界上其他大陆隔离了很长时间。由于不受其他大陆的动植物影响，因此使得澳洲这块大陆进化出了很多特有的动植物。也就是说，这里有很多动物是其他大陆没有的。在我们把目光都投放到非洲大陆的狮子与大象这些大型动物身上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忽略掉了，澳洲才是世界上拥有最毒、最致命动物的栖息地。今天，黑土找出了澳洲最致命的10种动物，带各位领导提前了解一下它们的危险程度，以免以后各位领导去澳洲开发项目的时候碰到它们，也好及时躲避。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位列第10位的就是食火鸡。这种鸟主要活动在澳大利亚的东北部。2004年，它们被吉尼斯世界纪录收录进世界上最危险的鸟类之中。食火鸡是澳洲地区体型第2大鸟类，它们的身高可达1.8米，体重可达160斤。它们穿梭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的森林中，由于体型高大，它们的双翼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渐渐的退化了。也就是说，这种大鸟不能飞，但是这丝毫影响不到它们在鸟类中的实力。食火鸡的性情非常凶猛，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它们擅长跳跃，奔跑速度也很快，只靠2条腿就能够以惊人的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快速奔跑。食火鸡的爪子上有3个脚趾，尤其是第2个匕首状的爪子特别可怕。因为食火鸡在攻击其他动物或人类的时候，它们会用它那强劲有力的腿猛踢。在猎物被踢到的同时，食火鸡会利用脚趾上杀伤力极强的爪子，如同利剑一般刺进对方的身体，而且有时候甚至能够用爪子直接将人类的手臂切断。如果被攻击到腹部，甚至可以直接切开我们的腹部，将内脏勾出，特别凶猛。在澳大利亚，每年都会有很多人遭到食火鸡的攻击死亡，其中大多数都是因为人类在私自喂食食火鸡的时候，突然遭到食火鸡的袭击丧命的，非常危险。好，第9个，袋鼠。袋鼠相信各位领导并不陌生，它们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都是呆呆的、蹦蹦跳跳、比较可爱的动物，但实际上袋鼠对人类同样也有致命的威胁。袋鼠是澳洲的特有物种，它们生活在澳洲的大部分地区的广袤森林里。袋鼠是世界上跳得最高、最远的陆地哺乳动物之一，它们一跃可达4米高，最远可以跳到高达13米远。除了这些，它们的奔跑速度也可以达到每小时50公里以上。最重要的就是袋鼠那强劲有力的后腿，战斗力非常强悍。不过通常情况下，袋鼠不会主动向人类发起攻击，它们的性格通常还是很温顺的，除非当它感觉自己受到威胁时，或者被激怒的时候，才会主动出击。如果没有泰森的体格子，一般人是战胜不了成年袋鼠的。其实袋鼠并没有食火鸡的攻击性强，之所以把它列到第9位，是因为袋鼠距离人类相对较近，接触的越多，危险性也就越大。好，第8个，悉尼漏斗网蜘蛛。这是一种毒性极强，让很多毒虫专家都感到恐惧的剧毒蜘蛛。这种蜘蛛原产于澳大利亚东岸，相比地球上其他蜘蛛，悉尼漏斗网蜘蛛是属于体型较大的一种，它的体长可以达到5厘米以上。这种蜘蛛堪称是世界上攻击性最强的蜘蛛之一，一旦被它咬到，最快10几分钟之内就可以丧命。经过专家的深入研究发现，这种蜘蛛的毒液中含有一种特殊的化合物，也就是一种离子通道抑制剂。这种抑制剂可以使悉尼漏斗网蜘蛛的毒液对灵长类动物产生剧毒，但是却不会影响到其他哺乳类动物的神经系统。简单点说，就是犬科或者其他种类的动物被它咬到，毒性并不会那么强烈，但是灵长类动物被它咬到就是致命的剧毒，非常危险。它们是陆生蜘蛛，通常都活动在比较潮湿的环境下，在澳洲野外森林里的一些潮湿的洞穴中就可以找到它们。这种蜘蛛最危险的一点在于它们强烈的攻击性，如果在野外不小心触碰到它们，很大几率会被咬伤，而且还是连续性的。一旦咬住猎物，就是接二连三的咬好几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每咬一次都会向我们体内注入致命的毒液，非常危险。好，第7个，大白鲨。澳大利亚四面环海，气候炎热，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人类都喜欢在海滩玩水。然而，这种气候也是很多鲨鱼经常出没的区域。在澳洲水域，对人类构成威胁的鲨鱼其实不止大白鲨，除了大白鲨，还有牛鲨、虎鲨这些攻击性较强的鲨鱼。要知道，大白鲨的体长最大可达8米，而且攻击性极强，它们几乎会吃掉一切可以吃到嘴里的东西。在澳洲，几乎每年都会出现人类被鲨鱼吃掉的事件发生，大多数都是一些冲浪者闯入到大白鲨出没的水域进行冲浪，被大白鲨发现后一口吞掉的。一旦被大白鲨咬到，几乎毫无生还的可能。要知道，大白鲨的咬合力将近2吨，通常一口下去，直接就可以将我们的身体咬断。嗅到血腥味的大白鲨会更加凶猛，它们会拖着猎物的尸体下潜到上百米深的海水下，然后松口让猎物漂浮上去，最后再吃掉，非常可怕。
好，第6个，红背蜘蛛。红背蜘蛛也叫澳洲黑寡妇蜘蛛，之所以被称为黑寡妇，是因为这种蜘蛛非常残忍，它们不但携带剧毒，而且性格也极其残忍。雌性的黑寡妇蜘蛛每次在与雄性交配过后，就会把雄性吃掉，目的也很单调，纯就是为了繁衍后代，补充点营养，毫无感情可言。这种蜘蛛是一种剧毒蜘蛛，体型不大，通常不会超过1厘米，身体呈黑色，背部有明显的红色印记。它们分布于整个澳大利亚。随着旅客以及移民的迁移，现如今这种蜘蛛已经被传播到日本，在日本横行。这种蜘蛛喜欢待在一些黑暗、干燥的地方，被这种小家伙咬上一口，如果没有立即使用抗毒血清，最快仅需半个小时就会死亡。红背蜘蛛的毒液主要对脊椎动物有神经毒性，被咬到后通常会引起人类的伪象病综合症，主要就是剧烈疼痛和肌肉僵硬。被咬到的第一时间我们很难察觉，通常都是被咬5分钟过后才开始感觉到发热疼痛，并且这种疼痛是持续性的，疼痛感会越来越重，随后就是肌肉无力、恶心、呕吐、心跳加速和发烧。如果不及时使用抗毒血清或及时处理，短时间内就会死亡，非常危险。好，第5个，石鱼。石鱼是人类已知地球上最毒的鱼之一，它们分布在澳洲南部的沿海浅水区。石鱼是一个伪装高手，它们的皮肤颜色可以与周围的环境完美融合，而且可以一动不动地在一个地方停留好几个小时，经常潜伏在一些珊瑚或岩礁上，人们很难可以轻易地发现它们。这一点也是对人类来说最致命的一点，即便它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也发现不了它们。如果不小心一脚踩到石鱼的身上，对人类来说会有致命的危险。在石鱼的背鳍上长着多达10根以上锋利的毒刺，当石鱼受到威胁时，这10几根毒刺就会在瞬间向外释放出大量的致命毒液。这种毒液对人类来说是极其危险的，一旦被石鱼蛰伤，毒液注入体内，首先会引起剧烈的疼痛，补充一点，是剧疼，特别的疼。有时候甚至不用等到毒液在体内发挥，但是这种疼痛就足以让人类致命。随后就是随着毒液在体内迅速扩散，麻痹我们的神经，头昏眼花，口吐白沫，胡言乱语，最后等到心脏衰竭甚至死亡。一般人被石鱼蛰伤后，如果不及时使用抗毒血清或接受治疗，短2-3个小时就会死亡。在抗毒血清出现之前，在澳大利亚的海滩上，几乎每年都会有人因为踩到石鱼中毒身亡的事件发生，非常危险。好，第4个，蓝环章鱼。它是海洋里最毒的生物之一。这种章鱼的体型不大，体长也就在10到20厘米之间。之所以叫蓝环章鱼，是因为它身上鲜艳的图案。当遇到危险时，蓝环章鱼身上的图案就会发出特别漂亮的蓝光，外观还是比较漂亮的。但是这个家伙只可远观，不可近探。蓝环章鱼属于剧毒生物，被它咬上一口，几乎是必死无疑。即便是及时得到医生的救助，也无力回天，因为至今为止，蓝环章鱼的解毒剂仍没有研制出来。不但如此，这种章鱼的毒液毒性极强，一只蓝环章鱼所携带的毒素就足以在数分钟内一次性杀死26名成年人。它身上的毒素是一种毒性非常的神经毒素，一旦中毒，短几分钟之内就会使我们丧命。最可怕的是，被它咬到，人类几乎不会感觉到任何疼痛，直到发现呼吸困难、身体瘫痪，才能够意识到自己中毒了。不过通常等到我们意识到中毒后，也就来不及救治了。更可怕的是，即使得到救治，也没有蓝环章鱼毒素的抗毒血清，也就是说被它咬到，基本上是必死无疑。好，第3个，咸水鳄鱼。咸水鳄鱼也就是湾鳄，它是所有鳄鱼种类中体型最大的，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湾鳄的最大体长可达7米，体重可达1吨。好，第2个，内陆太攀蛇。这种蛇仅分布在澳大利亚的内陆，它被认为是陆地上最毒的蛇。内陆太攀蛇的毒性比响尾蛇要高300倍，比眼镜王蛇高出20倍。它一次排出的毒液能够在24小时内毒死20吨重的猎物，相当于25万只小白鼠、100个成年人类或者2头非洲大象。什么概念？就是仅需1毫克的内陆太攀蛇的毒液就足以使2名成年的人类丧命。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更过分的是，这种蛇在发起攻击的时候速度极快，并且还是连续性的，每次咬伤注入的毒液最多可高达几百毫克，毒性相当强烈。通常都是在太攀蛇攻击猎物的时候，没等猎物反应过来，猎物就已经毒发身亡，毒性发作的非常快。成年人类被咬到后，如果不及时救治，可能最多也活不过15分钟，就会因为呼吸衰竭丧命，特别危险。好，第1个，澳大利亚箱形水母。箱形水母是地球上已知对人类毒性最强的生物。这种水母主要活动在澳大利亚东北沿海水域，经常漂浮在一些较浅的海岸浅水区。它们的体型不大，直径不到20厘米，但是触须很长，身体半透明的状态。
漂浮在海水里很难发现。经科学家们研究发现，这种水母的视线范围竟然是360度，它们可以看到自身周围的任何环境。这是因为它们拥有24只眼睛，分布在管状身体顶端的杯状体上。它们的眼睛跟我们人类的眼睛一样，可以感知色彩和物体的大小。这种功能是地球上大多数的动物都不具备的。再有就是箱形水母的触须，这些触须是箱形水母最主要的武器。在这些触须上生长着上亿个携带毒液的刺细胞，非常微小，而且还特别敏感，轻轻的触碰到这些触须就会激活这些危险的毒刺。最可怕的是，箱形水母的毒液不需要利用毒刺刺入猎物体内，即便是喷射到人类的身上也会导致中毒，并且毒液还能够快速的侵入到心脏，中毒后只需要短短2-3分钟就会死亡，连抢救的时间都没有，非常的危险。通俗点说，就是这种水母根本碰不得，一碰就会中毒，而且还是剧毒。最可怕的是中毒后根本没有抢救的时间，基本上是必死无疑。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你见过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狮子吗？你真的了解野生狮子的真实战斗力吗？狮子作为地球上唯一一种雌雄两态的猫科动物，我们多数人可以很轻易地分辨出它们是公是母。但是除了它们的性别，绝大多数人都忽略掉了狮子的品种。在很多狮虎爱好者的印象里，听到最多的就是狮子与最强悍的东北虎决斗，很少会提到是什么品种的狮子与东北虎决斗。确实，东北虎可能有能力战胜大多数品种的狮子，相反，巴巴里狮同样也有能力战胜大多数品种的老虎。其实狮子同老虎一样，也有很多不同的品种。今天黑兔找出了世界上8种最强悍的狮子，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真正的草原之王。大家好，我是黑兔，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兔个霸气鼓励，谢谢。第一个我们要说的就是位列第8位的塞内加尔狮。塞内加尔狮也叫西非狮，它们主要活动在西部非洲地区。这种狮子的外表与大多数的狮子不同，它头上的鬃毛相对较短，体型也要比其他品种的狮子小很多。塞内加尔狮的体长可达1.7米，体重约为360斤左右。虽然体型算不上太大，但这一点都不影响它的凶猛程度。塞内加尔狮同大多数的狮子一样，拥有杀伤力非常强悍的犬齿以及锋利可伸缩的利爪。它们主要也是以一些蹄类动物为主要食物，比如牛羚、大羚羊以及斑马，都是塞内加尔狮经常捕杀的对象。可能是由于塞内加尔狮体型较小的原因，在16世纪，它们遭到了欧洲人的大量猎杀。人类不但猎杀成年的狮子，就连狮子的幼崽也不放过。很多人杀死成年狮子后，再将幼狮捕捉回欧洲，卖给一些富豪老板。在那个年代，形成了一个黑色的产业链，愈演愈烈。由于人类为了利益，不断地对塞内加尔狮进行猎杀捕捉，导致塞内加尔狮的数量越来越少。直到今天，塞内加尔狮已经成为了极度濒危的物种，个体数量非常少。据人们估计，地球上最多也就剩下400只左右，并且成年个体狮子的数量更是少于250只，现在已经被列为极危物种，非常稀缺。好，第7个，亚洲狮。亚洲狮是现今只存活在印度的狮子亚种，这种狮子的体型要比非洲狮小很多。亚洲狮的体长可达1.9米，成年雄性体重可达380斤。亚洲狮的鬃毛明显要比非洲狮短很多，特别是头顶。一般雄性非洲狮头顶上鬃毛的长度都盖过了耳朵，而雄性亚洲狮的2只耳朵看上去则很明显。它们的脸颊和喉咙上的鬃毛很少，通常只有10厘米长左右。区分非洲狮与亚洲狮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体型和鬃毛。还有就是亚洲狮是一种喜欢生活在丛林中的狮子，它们大多数都活动在一些比较辽阔的森林，而非洲狮大多数则活动在稀疏的草原。在很久以前，孟加拉虎曾与亚洲狮一同生活在印度，不过它们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碰面的。可能是由于两者所适应的环境不同，也可能是它们都在故意相互躲避对方。经过人们研究发现，孟加拉虎与亚洲狮虽然生活在同一片大陆，但是几乎很少会发现两者争斗的现象。目前大多数的亚洲狮都生活在印度的吉尔森林国家公园。由于早期人类的人口暴涨，使得亚洲狮的栖息地不断减少，到1908年，亚洲狮只剩下最后13只。人们为了不让亚洲狮彻底灭绝，便将印度的吉尔森林圈起来，设立成保护区，供亚洲狮繁衍恢复。在保护区内是没有老虎的。截止到2008年，亚洲狮已经繁衍了有350多只。对了，还有一点没说，我们都知道狮子是群居动物，共同合作狩猎，但是雄性亚洲狮除外。雄性的亚洲狮通常都是独居的，虽然有时候也会与狮群一起活动，但通常狮群数量不会超过5只。一般情况下，雄性亚洲狮都是独自活动，只有在交配的时候或者猎杀大型动物时，才会与狮群走到一起。好，
好，第6个，刚果狮。这是一种生活在非洲刚果东北部草原的一种狮子。刚果狮的体重可达400斤以上，它们的头部较大，脸型也很宽，特别是雄狮看上去非常的威猛。雄性刚果狮的鬃毛很长，一直可以延伸到肩部和胸部。它们的鬃毛有淡棕色、深棕色，个别的还有黑色。我们都知道，大部分的狮子都生活在热带干燥的地区，通常都是比较怕水的。也不是说怕水，确切点说是在水里的战斗力会有所下降。但是刚果狮不一样，刚果狮分布在南半球的亚热带地区之间，靠近大海。相对来说，刚果狮要比其他的狮子要更善于游泳，当然也可以在水中捕获猎物。这一点是大多数其他种类的狮子不具备的。刚果狮的前爪要比后爪更宽厚，这使得它们可以在水里更快的划水，提高游泳速度。还有就是它的尾巴，这种狮子的尾巴相对较长，在水里游泳的时候也可以起到平衡的作用。在它们的栖息范围内，除了人类，刚果狮几乎没有天敌。这种狮子的狮群数量通常在15头以上，有时候高达30多头一起活动。在遇到大型猎物时，狮群成员们会分散开，形成一个扇形的包围圈，然后一起接近猎物。这种战术对大型猎物甚至一群猎物都很奏效。刚果狮就是靠这种群体围攻的方式，使得它们可以轻松地猎杀很多大型的猎物，像一些非洲水牛、长颈鹿，甚至是较小的大象或犀牛，它们都有能力将其猎杀。不过通常它们主要还是以一些有蹄类动物为主，比如斑马、黑斑羚等等。一般情况下很少会去招惹大象、犀牛这种猛兽。好，第5个，安哥拉狮子。安哥拉狮子也叫加丹加狮，它们活动在非洲的西南部，也叫西南非洲狮。这种狮子是现存最大的狮子亚种之一，成年雄性安哥拉狮子的体长可达2米以上，体重最重将近500斤。它们是非洲西南部特有的亚种。安哥拉狮子的整体外观与多数狮子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它的鬃毛颜色。这种狮子身上的毛发颜色通常都比较浅，偏黄色，特别是幼崽时期，皮毛颜色明显较浅，随着年龄成熟而慢慢的加深。安哥拉狮子同大多数狮子一样，主要也是靠捕食斑马、角马、羚羊这种蹄类动物为食。唯一不同的就是狮群的规矩，在安哥拉狮群中，雄狮一般不狩猎，而是母狮子出门狩猎。雄性安哥拉狮子的主要任务就是在雌狮出门狩猎的时候，待在家里守护幼崽。当雌狮狩猎回家后，雄狮一般也不会跟雌狮待在一起，而是独自在狮群的周围巡逻，守护自己的领地，主要就是防止其他狮群或猎狗这些对狮群有威胁的动物入侵。在非洲西南部，安哥拉狮子最大的天敌就是人类和猎狗群，至今仍有很多偷猎者在偷偷的猎杀它们。还有就是猎狗群通常对雄性安哥拉狮子的威胁较大，因为母狮子一般都是成群活动，即便遇到猎狗群，也有足够的能力对猎狗群进行反击。但是雄性安哥拉狮子就比较危险了，雄狮在巡逻的时候经常是单独行动，一旦遇到猎狗群，很大几率会丧命，一点都不夸张。猎狗这种动物非常难缠，而且攻击手段也特别残忍。在整个非洲，安哥拉狮子的天敌除了人类就是猎狗。好，第4个，开普狮。开普狮也叫海角狮，这种狮子是近代在野外灭绝的一种，不过至今一些动物园中依然有开普狮的后代。当然，纯种的开普狮应该很难找到，动物园中的开普狮大多数也是有很多混血的。开普狮曾经生活在非洲南部的好望角，人们从开普狮的标本中发现，这种狮子非常大，雄狮的鬃毛是黑色的，而且很长，鬃毛可以延伸到腹部的下方。据估计，它们的体重可以达到540斤以上，推测数据的雄性体长全长可达2.5米。在很久以前，这种狮子最容易袭击人类，特别危险。通常都是牙齿坏掉了的老年狮子，特别容易猎杀人类或人类的家禽。一些年轻的强壮的开普狮主要是以角马、野牛和已经灭绝的斑驴为主要食物，而一些年老或生病的狮子，由于身体虚弱，无法猎杀大型猎物，只能选择靠近人类，捕杀人类的家禽或者人类来填饱肚子。在1850年前后，南非当地的许多猎人或农夫得知狮子的皮毛可以换取很多金钱后，便开始对开普狮大量猎杀，剥取皮毛换取利益。由于开普狮的分布范围原本就很少，也就是数量本来就不是很多，再加上除了当地人，当年还有荷兰和英国的殖民者也在捕杀开普狮，导致短时间内还没进入20世纪，开普狮几乎已经绝迹了。开普狮也是近代第一种灭绝的现代狮子。好，第3个，马赛狮。马赛狮也叫东非狮，这是一种体型较大的狮子亚种。野生雄性马赛狮的平均体长全长在2.7米，注意是平均体长2.7米，平均体重在340斤。雄性马赛狮有着非常厚实的鬃毛，鬃毛的颜色有金黄色、褐色、棕色、黑色等等。随着年龄的增长，年龄越大，鬃毛的颜色也就越深。比如黑色鬃毛的马赛狮的年龄就比较大。这里需要注意一点，鬃毛是黑色的雄狮年龄大，危险程度也大。黑
黑图上面提到过，越是年老或虚弱的狮子，越容易袭击人类。在1890年，英国在肯尼亚的查沃河上修建铁路的时候，建筑工人就遭到了2头雄性东非狮的袭击，每次都发生在夜晚。狮子在晚上从工人的帐篷里将工人拖出来杀死并吃掉。在当时，几乎每天都会发生狮子食人的事件。随着袭击事件的加剧，数百名工人逃离查沃工地，不得已停止了施工。直到当地的管理者组织了大约20名武装人员来狩猎狮子，最终这2头狮子被一个名为帕特森的人连续干掉，狮子食人事件才渐渐的缓和下来。等到这座工程完工的时候，据统计，这2头东非狮共计杀死了上百名工人。最后对这2头食人狮子的尸体研究，人们发现第一头被射杀的狮子牙齿严重受损，这会影响它猎杀自然猎物的能力，不得已选择人类下手。当然，这个说法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认可。至于马赛狮为什么突然向人类发起攻击，而且还是连续性的，至今仍没有确切的结论。一切的数据都只是推断，可信度较高的普遍还是认为是它们的身体原因。狮子虚弱或者年老，猎杀不了优质的猎物，才会选择人类。好，第2个，德兰士瓦狮。它的名字也有很多，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克鲁格狮、南非狮。这种狮子的体型就比较哇塞了，它的体长可达3.2米，体重500斤以上。克鲁格狮大多数都分布在克鲁格国家公园，它们是非常优秀的猎手。克鲁格狮的后腿非常粗壮，特别有助于向前猛扑猎物，并且它们的下颌也异常的大，使得它们能够吃掉很多大型的猎物。它们拥有优秀的视力、良好的听觉和嗅觉，而且还具备非常快的反应速度。强大的体型加上极快的反应速度，克鲁格狮可以轻易地将一些大型猎物直接扑倒，像一些角马、斑马和羚羊这些中等大小的猎物，克鲁格狮独自就可以将其猎杀。在它们捕猎的时候，通常都是先将猎物扑倒，然后利用锋利的犬齿死死地咬住猎物的口鼻或者喉咙，直到猎物窒息、失去反抗能力才会松口。在野外，克鲁格狮大约1/4的狩猎都是成功的。一头雄性克鲁格狮每天大约需要吃掉15斤左右的肉。对了，还有就是克鲁格狮也是狮子里唯一拥有白色变种的狮子亚种。不过这种白色狮在野外很少见，大部分都在一些保护区内，主要就是动物园里。在全球，白色狮子的数量仅有大约100多只，非常稀缺。好，第1名，巴巴里狮。巴巴里狮也叫北非狮，它在所有狮子亚种中的排名一直存在很多争议，因为野生的巴巴里狮可能已经灭绝，即便在有些地方的动物园内也有出现。不过动物园内的巴巴里狮大多数只是拥有巴巴里狮的血统，并不是纯种的巴巴里狮，所以人们对真正野生纯种的巴巴里狮的了解非常模糊。人们通过19世纪的猎人记录中了解到，在19世纪，巴巴里狮通常被认为是体型最大的狮子，它们的体重可以达到600斤以上，体长更是超过了3米。然而这些数据并不能代表什么，因为只有记载，并没有足够的证据。不过世界各地的大多数人们还是认为巴巴里狮是所有狮子亚种中最大、最强悍的。在很久以前的古罗马，巴巴里狮被人类抓起来放进决斗场，然后派当时的决斗士手持长矛和利剑与野生的巴巴里狮决斗，直到将狮子杀死。历史上没有记载当时决斗士被狮子杀死的人数，只记载了表演结束时400多头巴巴里狮死在决斗士的长矛和利剑下。而在这个过程中，具体死了多少人，可想而知，非常残忍。巴巴里狮的主要灭绝原因就是人类。在以前，人类大批量的捕杀它们，直到20世纪，巴巴里狮的数量所剩已经不足600只，但人类仍然在继续捕杀，直到1925年，纯种的巴巴里狮被认为彻底灭绝。不过至今为止，专家们在一些动物园内仍能找到不少携带巴巴里狮血统的混血狮子存在。这些混血巴巴里狮的共同特点都是鬃毛很黑很长，头颅和体型也相对较大，四肢特别的粗壮，而且这些只是混血的，难以想象曾经纯种的巴巴里狮究竟多强悍。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你知道真实的非洲大陆究竟有多危险吗？你见过狮子被黑曼巴蛇咬到的画面吗？就动物而言，非洲大陆是最多样化的大陆之一，这里有很多我们可能从未见过，甚至从未听说过的野生动物。生活在这里的绝大多数动物，对我们人类来说，可能都是致命的。今天黑图找出了非洲大陆最致命的13种动物，通过视频的方式带各位领导一起走进非洲，认识一下这些致命生物。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3个，地蝎。地蝎是生活在非洲热带雨林中的一种大型蝎子，它是世界上所有蝎子中体型最大的蝎子之一。这种蝎子的平均体长约20厘米左右，最大的可以达到23厘米。虽然它们的身体是黑色，但是它同平常我们见到的蝎子一样，晚上在紫外线的照射下会发出淡绿色或蓝色的光。
这种大型蝎子在非洲大陆分布极为广泛，从热带雨林到沙漠，几乎整个热带地区都能找到它们的身影。意外的是，这种蝎子虽然外表凶猛，实际上它的毒液对人类毒性并不算太大。被帝王蝎蛰到的感觉就跟被普通的蜜蜂蛰到一样，会有强烈的刺痛感，不过短时间内就会消除。虽然毒性不大，但也并非对人体无害。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如果特殊体质的人被帝王蝎蛰到，很有可能会引起过敏反应，也是很危险的。这种蝎子以温顺的行为和几乎无毒的刺痛而闻名，在世界上很多地区，有些人甚至直接把帝王蝎当作宠物。第12个，狮子。狮子无疑是非洲大陆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物种，想必各位领导应该都了解狮子的凶猛程度。没错，狮子肯定会攻击人，但是在整个非洲大陆，狮子还算不上对人类威胁最大的。非洲狮的主要食物都是以一些蹄类动物为主，一般情况下很少会选择猎杀人类。经过人类的深入研究发现，袭击人的狮子通常都是一些年老或者生病的雄狮，也就是说，体质越不好的狮子越容易袭击人类，而且通常都发生在每月下旬，也就是满月之后的几周。当月光较少时，一些年老或生病的雄狮就会在夜间闯入当地人类活动的一些村庄，袭击人类。从1990年到2005年，塔桑尼亚农村地区的狮子食人事件大幅增加。在此期间，至少高达500多名村民遭到了狮子的袭击，许多人则直接被狮子吃掉。在我们欣赏这些大型野兽的同时，千万要时刻提醒自己，狮子是会吃人的凶猛野兽。好，第11个，古腹丝葵。先跟各位领导道个歉，由于蛇的画面会引起部分领导的感官不适，黑土会将蛇打码，还望各位领导理解，谢谢。古腹丝葵也叫古腹蝰蛇，它是非洲大陆最致命的一种毒蛇，也是造成人类死亡人数最多的蛇。古腹蝰蛇的平均体长约在1米左右，它们体型很结实，周长很宽，腹部圆鼓鼓的，很粗壮。这种蛇很善于伪装，在野外人们很难轻易发现它们。它们经常利用一些与自己身体颜色相近的地方隐藏自己，像些灌木丛和岩石缝是这种毒蛇的理想栖息地。它们分布广泛，繁殖能力超强，在非洲大陆的很多地区都有分布。这种蛇的毒性很强，而且特别容易攻击人。更过分的是，移动速度也很快。在非洲，古腹丝葵要比其他生活在这里的毒蛇造成更多的咬伤死亡事故。如果不小心被它咬到，只需要1口就足以杀死一个成年人。很多人往往都是不小心踩到它们并被咬伤的，其中大多数被咬的人都没有以最快的时间得到有效的治疗，才导致丧命的，特别危险。第10个，犀牛。非洲大陆的犀牛分为白犀牛和黑犀牛，但无论哪种犀牛对人类来说都是致命的，千万不要被这些大型野兽呆萌的外表给迷惑了。在它们面前，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你需要知道，犀牛是一种脾气相当暴躁的物种，虽然它们是食草动物，但这并不代表它们对我们构不成威胁。要知道，犀牛是陆地上仅次于大象的第2大哺乳动物，它们的体重高达2吨以上，如果不小心被它踩一脚，不死也得变成残废。犀牛目光短浅，脾气暴躁，实际上它们非常危险。在犀牛感觉自己受到威胁时，特别是幼崽在身边的时候，千万不要靠近它们。如果犀牛感觉自己孩子受到威胁，它们会全力冲锋，用强大的犀牛角杀死它们认为对它们构成危险的东西。还有就是不要想着通过逃跑来躲避犀牛的攻击，人类是跑不过它们的。好，第9个，黑曼巴蛇。黑曼巴蛇是世界上仅次于眼镜王蛇的第2长毒蛇，它们的平均体长在2米左右，个别甚至达到了4.5米。这种蛇的可怕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在以前，黑曼巴蛇对生活在非洲大陆的人来说，就像是魔鬼般的存在。由于过去的非洲文明落后，没有抗蛇毒血清，因此一旦被黑曼巴蛇咬伤，基本上是毫无生还的可能。即便现在非洲已经有足够的抗蛇毒血清，但是被黑曼巴蛇咬到，致死率仍然高达75%。未用抗蛇毒血清的咬伤者，死亡率接近100%。黑曼巴的栖息环境也是极为广泛，它们可以在地上、岩石上，甚至树上。最可怕的是，它们还是速度最快以及攻击性最强的蛇类。它们可以使自己身体的1/3直立起来移动，当准备发起攻击的时候，甚至能将整个身体的2/3竖立起来。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竖立起来高达2米的毒蛇在我们面前会是什么画面？它们直接可以咬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包括脸部、脖子、腹部，并且它们的移动速度也高达20公里每小时。大多数人是跑不过黑曼巴蛇的，被这种蛇咬伤，最多仅需20分钟就会导致死亡。即便是草原之王狮子这种大型猛兽被黑曼巴蛇咬到，也会有生命危险。
好，第8个，非洲象。在所有的大象中，非洲象是最大的，同样，它们也是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它们通常都活动在非洲大陆的南部地区。成年非洲象身高最高可达4米以上，体重最大可达6吨。但是它的一个耳朵上下长度就将近1.5米，体型相当的大。各位领导可能不知道，非洲象非常讲义气，它们关心身边大象的程度甚至都超过了自己。也就是说，只要一头大象受到威胁，其他的大象可能也会一起蜂拥而上来保护自己的同类。非洲象的战斗力就不过多的赘述了，在所有野生动物中，它们没有天敌。庆幸的是，大象的性格还算比较温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遇到野生的非洲象，一定要悄悄地远离它们。如果被它们发现，大象很有可能会觉得自己受到威胁，然后主动向我们发起攻击。第7个，尼罗鳄。说起尼罗鳄，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部分人认为尼罗鳄只生活在尼罗河里，但实际上在整个非洲大陆，绝大多数的淡水河或浅水坑里都有可能出现尼罗鳄的身影。尼罗鳄是非洲大陆最大的爬行动物，也是非洲最大的鳄鱼。这种鳄鱼体型非常庞大，体长最大可达6米。在动物界，除了人类，它们属于顶级掠食者。尼罗鳄是一种极具攻击性的物种，它们几乎会猎杀身边一切可以猎杀的猎物。一旦被尼罗鳄咬到，除非被它们撕掉被咬的身体部位，不然它们不会轻易的松口。在一定意义上，鳄鱼要比狮子这种大型野兽更加危险，因为在非洲，每年被鳄鱼杀掉的人类要比被狮子杀掉的人类多出好几倍。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在河边清洗东西或靠近河边收集食物时被尼罗鳄拖下水的，非常危险。第6个，大白鲨。大白鲨虽然不是非洲的特有物种，但是它们几乎遍布整个非洲南部海域。不得不服非洲这块大陆，不但陆地上有那么多猛兽，就连靠近非洲的海域也有大白鲨这种大型凶猛鲨鱼蹲点。大白鲨的另一个名字叫噬人鲨，它就是因袭击人类而闻名，是所有鲨鱼中最凶残的鲨鱼之一。在海里，除了虎鲸，大白鲨几乎没有天敌。在非洲，都会因为有人在海边游泳玩耍时被大白鲨咬死的事件发生。最恐怖的就是被大白鲨咬的过程非常残忍，它们通常咬住受害者后，将其拖入更深的水中，然后放手。等到猎物流血致死的时候，大白鲨就会狼吞虎咽地将猎物吃掉，特别残忍。第5个，非洲野狗。它是非洲大陆最大的野生犬科动物。这个家伙虽然体型在野生动物中算不上太大，但是它们的捕猎手段与凶猛程度一点都不次于狮子这种大型野兽。非洲野狗通常都活动在非洲干燥的草原和荒漠地带，它们是群居动物，通常一群大概由7到15只组成，它们会合作狩猎。在面对一些大型猎物时，野狗群会对猎物进行长时间的追逐，直到猎物精疲力尽，然后蜂拥而上将猎物撕碎。在他们追捕猎物的时候，最快可以以每小时高达66公里的速度进行追赶，而且追赶时间更是长达10到60分钟，耐力很强。在追捕的过程中，他们还会对猎物的腿部和腹部进行撕咬。经过研究发现，非洲野狗的捕猎成功率要远超于狮子这种大型野兽。在整个非洲大陆，除了狮子与猎狗对它们有威胁，大多数的动物见到非洲野狗都要避让3分。人类在野外遇到它们是非常危险的，即便手中有防身的武器，也不一定能轻易的将它们甩掉。第4个，非洲岩蟒。非洲岩蟒是非洲最大的无毒蟒蛇，这种大蟒蛇体长最长可达7.5米，它的性情非常凶猛，极具攻击性。在非洲曾多次发生过非洲岩蟒吞噬人类儿童的事件。非洲岩蟒几乎遍布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它们通常都栖息在一些沼泽、湖泊和河流的边缘，在当地很多农村周围也经常会出现它们的身影。非洲岩蟒的攻击方式主要就是缠绕，在抓住猎物后，死死地将猎物缠绕起来，然后慢慢地收缩，直到将猎物挤压窒息或骨骼断裂，才会一点一点地将猎物吞噬掉。它们可以吞掉很多大型的猎物，像一些成年雄性斑鬣狗，甚至是豹子跟体型较小的狮子，非洲岩蟒很可能都有能力将其猎杀并吞掉，特别强悍。好，第3个，斑鬣狗。斑鬣狗就比较强悍了，毫不夸张地说，它们几乎可以在非洲大陆横着走。斑鬣狗也是成群活动，并且它们的族群成员非常多，每群大约有80只左右。这种动物非常凶猛，它们可以轻易地猎杀斑马、角马，甚至可以与狮群正面对抗。通常情况下，如果一头狮子单独行动，遇到猎狗的攻击方式非常残忍，它们会专挑猎物身体最薄弱的地方进行攻击。第2个，河马。河马在黑土以往的视频里提到过很多次了，不要被它们憨厚的外表蒙蔽了。它们同样也是非常暴躁的猛兽，特别是身边有幼崽的母河马，极具领域攻击性。它们具有强烈的领地范围。河马的胆子小，一旦有人靠近它们，它们就会认为自己受到威胁，很有可能会疯狂地发起攻击。实际上，河马是非洲大陆最臭名昭著的人类杀手，在非洲几乎每年都有近500多人死于河马的袭击。好，第1个，蚊子。
蚊子虽然看上去并不像以上那些动物凶猛，但是蚊子确实是非洲大陆最危险的动物，也是对人类最致命的动物。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单是非洲大陆每年就有将近100多万人死于疟疾，其中大多数都是儿童，估计每天就会有3000多名儿童丧命。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蚊子。蚊子通过叮咬向人体传播疾病，而且这种传播速度极快，特别是在炎热的非洲。一年中，非洲大陆大多数的时间都是蚊子的理想活动温度，几乎每天都会有人遭到蚊子的叮咬感染疟疾。这种情况至今仍然没有减缓。纵观整个非洲大陆，这里无疑是冒险家的天堂。如果有机会，各位领导是否愿意踏入这块大陆，亲眼看一看以上这些可爱的动物呢？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